Is technology making us happier? Or just more stressed out? Is life more connected or totally scattered? Big questions, right? Maybe it's time to ask an artist.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You, me, or the phone?其实我是一个老物控，我就很喜欢收集一些旧东西。像这个是Nissan1964年的使用手册，当时的车子的样子，它的排版啊，都不是现在的样子。你基本上，你从这本书，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你会发现这些书看起来都发黄了，然后都还有斑点，就很像那个地质学里面的那种沉积岩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线条，还有这些颜色，就会感觉到它的那个时间一直在这边堆积。我一直很着迷这样子，有一种旧旧的感觉，然后有一些褪色啊，或者是一些被天然破坏的这种质感。这样的质感呢，我除了在这些旧书里面发现，我也会在一些老墙壁啊、壁癌啊，或者是它是青苔啊，其实它都有一些很美丽的地方所在。我是艺术家吴怡倩。我擅长的是从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我周遭的一些社会啊，或是跟我们自身有关的议题，从这些议题里面去找寻创作的灵感。我会用拼贴，或是现成物，或是传统的一些油画媒材来做我的创作。早期我们会很追求用油画，或是用传统的技法把一个物件画得很像，但是不管你画得多像，永远不会比照相机来帮你拍得更像哦。所以有时候拼贴的那种印刷感，还有现实感，还有它的真实感，的确是可以取代原来的这种传统绘画。有时候你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你觉得它是眼睛，可是你把它倒过来，它可能它就是变成一个星球。所以拼贴就是这么有趣，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我还蛮环保的，我把人家不要的废弃物、不要的杂志都拿来做创作，做成很美丽的东西，让大家很欢乐，让大家更珍惜它、更喜欢它。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用木条。木条上面再用杂志啊、广告单的纸贴上去。其实这些现成的杂志都是我每天去各大卖场，然后他们有一些促销的一些广告单，然后我把这些广告单收集下来以后呢，我把它割成一条一条的，分成颜色，再把它贴上去。远看会有山水的感觉，你近看到这个作品里面才发现，哦，原来有纽西兰帝王鲑鱼。或是有日本北海道生干贝。我觉得学艺术多少都有一些囤物癖，因为别人觉得垃圾的东西，我们都觉得这个看起来好美，这有一些价值。
这一幅又更是我们家的平常了，几乎每一个礼拜都会寄过来 Business Week 商业周刊。那有时候太忙了，都来不及读，然后就一直堆，越堆越多。我把这种层层叠叠的感觉变成一幅作品，有一些时间感、动态感，这个也是我希望在画面中呈现我每个礼拜念不完的这些杂志的感觉。其实这幅画做得这么大，大概有3.6米，全部都是贴满各式各样的食物。这幅画它叫做《谁来晚餐》。主要我是想要表达，里边有前菜、有沙拉、有牛肉、有各式各样的佳肴。然后呢，现代的人呢就很喜欢在吃这些大餐之前，每一样菜都要用手机先拍一下，一边吃一边拍，用手机在喂食，拍完然后上传到社群，亲朋好友看到照片。虽然觉得非常的开心，但是也觉得蛮嫉妒的，因为我只能看，我不能吃哦。我除了在创作一个很美丽的画面背后，我想要讲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本身是严肃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这幅作品叫做 Party Time， 圣诞树上面通常都会有那个亮晶晶的那些彩球，我就是以装饰品的颜色把它放到水滴的巧克力的造型。通常水滴巧克力上面都会有一个标签，我就把这个标签呢，把它置换成我们药品的仿单。我在这个作品当中也告诉你，吃糖对身体不是很好哦。艺术作品就是不要讲得太白，但是用一种很反讽啊，或是一种隐喻的方式，那大家反而会更了解这各种含义。哦，这是我另外一个系列，叫做药果。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是，哇，好可爱，好缤纷哦！明明药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是药商把它弄得非常的漂亮的颜色，让大家觉得它很美丽、很可爱。这件作品的样式是用潜水艇窗内看到窗外的这个形式，我试图要营造它到底是糖果或是药。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其实这些都是跟抗焦虑有关的药盒子。其实这些渐渐的感觉，就是像焦虑的人，他们一直没有那种很平静的感觉。大家都需要用这些药物，让自己心情能够得到平缓。除了这些药盒子以外，这些成千成万的药丸外面的这个包装，我们叫做泡壳，这么多。这个就是反映到我们现代人用药的这个程度，看起来好像金山银山，但是实际上它都是我们吃过的药留下来的痕迹。我希望借这些作品能够抛出一个问题：到底大家吃了这么多的药，到底是对我们身体是不是很健康？成大艺术中心他们希望借由成大艺坊，能够让成大的学生多接触艺术。我那个40个小时的工作坊呢，大概有20个学生，那就在这个30公尺这么大的一个场地进行创作。学生呢，从收集材料，通通从东放到西，颜料啊也是从西放到东，所以整个5天呢，每一天9个小时，大家都是从这边跑到那边，再从那边跑到这边，然后一下站着，一下蹲着。刚开始呢，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的乖，非常的怕做错，有点在框框里面很保守的，我就会试着让他们突破这些框框。你要做错、做失败，你才能够有所突破。所以借由手作，借由拼贴，借由这样一次一次的鼓励跟一次一次的引导，他们就会突破原来的这个框架，走出未知的一个境界。
艺术它其实是一个媒介，借由艺术来关注我们周遭的生活。艺术也是一种连结。我借由我关注到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旧书啊，或是一些斑驳的墙壁，这些我所未知的过去，能够把它表现在我的画面上。我到彰化我爷爷的老家，我就发现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家具，它大概有80年的历史了。现在我抽屉打开的都是我爷爷的当时念的书。我爷爷大概他是1900年出生，然后到1950年。那这个是我无意间发现他念的这些古书，里面有诗集。然后除了中文的，他也念了很多的外文。我不认识我祖父，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过世了。就是从这些字迹啊，他写的话语，我开始渐渐认识他。而且它上面还有他的注解，他还划线了，所以非常非常的用功。我在翻这些书的时候呢，我发现了很多的这种蛀虫的洞。从翻书的过程，然后到这个虫洞，我感觉到我好像进入了这个时光隧道，然后去认识了我的祖父。所以这些虫洞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我觉得它反而有一种时光隧道的感觉。然后还有这个书籍本身，它那个褪色的颜色，还有当时那个年代他们编书的那些文字啊，还有这些字形，都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所以我也把这个累积，还有时间，还有包括岁月的那种斑驳的那个感觉，一起放入我的创作当中。我从刚才那些灵感，我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立体的作品，它的形状有点像书。那最主要我是找有一些纸张，然后是用香去把它融出了很多很多的洞，然后借由这些棉线，然后穿梭这些虫洞，像时光隧道一样穿越到过去。我在翻这些书，我并不是真的在阅读它里面在讲什么，我其实是在找寻我祖父的字迹，然后也是在找寻我祖父的精神在哪里。创作出这些技法的其实是时间，并不是我们人为制造的。其实美不美，真的是在于我们的眼睛，并不是世俗上定义的美，完全是我们怎么去看它。